周末你去参加朋友聚会，还挺期待的，对吧？结果呢，你刚想加入一个聊得正火热的小圈子，大家突然有点安静下来，或者干脆就把话题转开了，你是不是感觉心里咯噔一下，有点尴尬，甚至有点被排斥的感觉？是，这种感觉其实特别普遍。可能工作中你的想法被大家忽略了，或者在家里聊天，你想插句话，结果发现根本没人理你。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我们今天要深入聊的这份研究就发现啊，很多人，真的很多人都有过这种被轻视的经历。这份研究他采访了上百个人，然后结合了心理学的分析，总结出了大概15种常见的，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些原因。所以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借着这份研究，好好拆解一下，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好像被别人看低了。不过得强调一下啊，咱们聊这个不是为了让你听了以后，哎呀更难受，更否定自己，没错，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为了更好的理解，就是人际交往里面那些可能看不见的一些规则吧。对，其实啊，咱们每个人天生就带着点评判的习惯，这个是进化留下来的生存本能嘛，需要快速判断这个人靠不靠谱、安不安全。有道理。到了现代社会呢，这种本能可能就演变成了一种下意识的评估，就是这个人值不值得我尊重。所以啊，当你感觉被轻视的时候，你的直觉往往是真的捕捉到了一些信号。咱们就是要看看这些信号到底是什么，有哪些是咱们自己可以调整改善的，有那些可能真的就是对方的问题，对方的偏见，帮你更清楚地认识自己，也认识别人。好，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份研究首先点出来的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听起来好像沟中是个大头。没错，确实是这样。研究里面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说话的方式，或者说社交能力如果显得有点笨拙，就特别容易被别人错误地理解成能力不行，甚至脑子不太灵光啊。这个标签可有点重。对，但关键是这不是说你真的能力不行，而是说在很多情境下，沟通被看作是一种特别基础的能力的体现。要么看手机，别人问他话，他也回答得特别简短，就这样。对。结果呢，私下里同事怎么议论他，说他木呢，跟他说话费劲，感觉没什么想法，甚至直接就联系到能力不行上了。你看，这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实际上呢，小雨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就是紧张，怕说错话，怕自己说的话题大家不感兴趣。很多人其实都有这种顾虑。结果呢，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越不说话，越被误解，越被误解，下次就越紧张，表现可能更差，甚至可能就因为这个错失了一些工作机会。太可惜了。这背后有什么心理学上的解释吗？这个现象其实可以用心理学上的可得性偏差来解释。就是说，人们倾向于根据最容易看到、最容易获得的信息来做判断。对小雨的同事来说，最明显的信息就是他的沉默寡言，他的不参与。是。很少有人会主动去想，他是不是因为害羞，是不是紧张？大家就直接根据看到的行为下结论了。而且研究还发现，沟通的本质其实是在传递价值。传递价值？对，这个价值可以是信息价值，比如你提供了有用的信息，也可以是情绪价值，你让别人感觉开心、舒服，或者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你在互动中好像总是无法提供这些价值，那对方可能就会下意识地觉得跟你交往没什么意思，甚至可能就等同于你这个人没什么分量，或者说有点笨。哇，这个联系有点残酷，但好像也挺现实的。那对于那些天生就不太擅长社交或者比较内向的人来说，研究里有没有给出什么实际点的建议？总不能就一直这样被误解下去，对吧？当然有，而且研究特别强调，社交能力是可以通过练习提高的，不是天生的。他建议从很小的地方开始练，比如说，研究里提到一个叫 E+1 破冰法。E+1 怎么说？很简单，就是你主动分享一件关于你自己的特别小的事情，然后呢，再问对方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比如中午吃饭碰到同事，你可以说，
哎，我今天带饭了，你呢？平时点外卖多还是自己带啊？哦，这样啊。你看，这样既主动示好了，对吧？然后问的问题又很简单，对方很容易回答，就不太容易冷场。这个听起来确实不难，压力不大。还有别的技巧吗？还有一个技巧叫做重复 plus 补充回应法，就是别人在说话的时候，你先简单的重复一下对方话里的某个关键词，表示哎我在认真听，然后呢再补充一个小问题，把对话延续下去。举个例子呢？比如朋友跟你说，哇，昨天看的那个电影超赞的，你可以先说是吗？超赞，表示你听到了，然后补充问，我听说评价确实挺好，你觉得最精彩的是哪部分啊？哦，这样对话就能自然地滚起来了。对，就是这个意思。关键就是要开始尝试。研究表明啊，很多人刚开始可能会觉得有点别扭，但只要你开始练习，哪怕就是这种很小的对话练习，那种因为不会说话而造成的负面印象，就能慢慢的得到改善。这么说来，沟通方式确实很直接地影响了别人对我们的第一个印象，甚至是长期印象。那除了说话技巧，研究还提到了哪些容易让人感觉掉价或者说不被尊重的行为模式呢？另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是关于边界感和自尊。研究发现啊，那些看上不太懂得拒绝别人，好像没什么个人边界的人，往往更容易被别人利用，甚至被欺负。那最终呢，就很难赢得别人的尊重。同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如果你自己从言行举止上看都不太尊重自己，或者说不太在乎自己，那别人其实也很难真正的去尊重你。这个听起来有点像我们常说的老好人的困境，就是对谁都好，结果反而不被当回事儿。没错，正是这样。研究里面就有一个例子，叫小李，他就是那种典型的老好人，总是牺牲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帮同事做那些本不该他做的工作，比如帮小王做方案。结果呢？结果怎么样？结果功劳被小王抢了，他也不好意思说。后来呢，大家就觉得他好说话，什么杂活累活都找他。最后在评优提拔的时候，领导给他的评价居然是想法不错，但有点没主见。他就特别困惑，我明明对人这么好，为什么反而被欺负，还不被认可呢？这种情况真的挺常见的。对，小李的问题就在于他混淆了善良和没有边界。善良是在你能力范围内主动选择去帮助别人，但是牺牲自己的核心利益去满足别人的不合理要求，尤其是那些不懂得感恩的人，那就不叫善良了，那叫受气包。他帮小王做整个方案，就是典型的没有边界的表现。明白了，那不尊重自己又是怎么体现的呢？研究里提到的那个叫小敏的例子，他好像主要问题是外表不太注意。小敏的情况呢更微妙一点，她不仅仅是不爱打扮那么简单，研究描述的是她可能衣着比较随意，甚至有点邋遢，发型也乱糟糟的。更关键的是，她说话总是低着头，声音特别小，整个人显得很畏缩，缺乏自信。比如部门推荐人去参加演讲比赛，她明明有点想法，但就是不敢报名。这个状态确实会让人感觉不太自信。对，这种整体状态，其实在无形中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我自己都不太重视我自己。心理学上有一个效应叫投射效应，就是说你怎么样看待自己，你对自己的态度会不自觉地影响别人怎么看待你，怎么对待你。是这样。当他自己都表现出一种我不在乎、我不行、我无所谓的状态时，别人自然也就觉得不需要太把他当回事儿了。研究特别指出啊，很多人不敢拒绝，不敢维护自己的边界，不敢清晰地表达自己，根本原因往往是害怕得罪人。对，这个心理很多人都有。但是研究发现，真正健康和稳固的人际关系，从来都不是靠单方面的讨好来维持的。当你敢于设立边界，敢于在必要的时候说不，敢于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时，反而更能赢得别人的尊重。这个关键很重要。那具体来说，研究有没有给出一些方法，能帮助我们就是学着建立边界，同时提升自尊感呢？
有的，而且还挺具体的。关于建立边界，研究建议，首先要学会判断自己的意愿和能力。就是别人来求助的时候，先停一下，问问自己3个问题：我真的想帮吗？我现在有时间和精力吗？帮这个忙会不会严重影响我自己重要的事情？先自我评估一下。对，如果评估下来觉得不合适，那就可以考虑用研究里提到的三明治拒绝法。三明治听起来挺有意思的。就是先给一层肯定或者理解，比如我知道你现在挺着急的，然后中间这层清晰地说明你的难处或者拒绝的原因，比如但我手头这个报道也非常紧急，今天必须交，实在分不开身。最后呢，再给一层建议或者替代方案，比如要不你问问小张，他好像对这块比较熟，或者你试试那个 XX 方法，可能会快一点。这样说的话，确实感觉温和很多，也比较容易让人接受。那如果万一碰到那种就是你拒绝了，他还继续死缠打打的人呢？这种情况也有。研究建议这个时候态度就要更坚定一点，可以直接、清晰，但仍然礼貌地说不。比如，抱歉，我真的帮不了。或者呢，就干脆转移话题，或者找个借口离开。研究强调一点，那些因为你一次合理的拒绝就跟你疏远，甚至翻脸的关系，其实也没什么好可惜的。有道理。那提升自尊感方面呢，有什么建议？提升自尊，研究建议也是从一些小事、实事做起。首先呢，就是打理好自己的外在形象。这不完全是为了取悦别人，更重要的是，当你自己感觉干净、整洁、得体的时候，你的自我感觉会更好。这是一种对自己的尊重。这个我同意。其次呢，要学会在受到不恰当的玩笑或者贬低时，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或者直接反驳。比如说，有人开玩笑说你穿的土，你可以平静地说我不觉得，而且我不喜欢你这样评价我的穿着。或者有人说你笨，你可以回应我不认为我笨，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我需要更多时间思考。关键是表明你的立场，你是有底线的。要敢于维护自己。对，第3点呢，就是给自己设定一些小的、可实现的目标，并且在完成之后有意识地认可自己。哪怕只是今天按时完成了工作，或者整理好了书桌，都要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句：我做到了，挺不错的。这样一点一滴地去积累内在的价值感和控制感。所以你看啊，别人怎么对待你，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你允许，甚至是不自觉地教出来的。当你敢于说不，懂得关照自己、爱护自己的时候，这才是赢得他人尊重的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一步。明白了，沟通方式、边界感、自尊，这些确实都和我们的内在状态、外在表现息息相关。那除了这些，研究还发现了哪些因素会影响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呢？是不是跟个人的发展状态也有关系？没错，你提到点子上了。第3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研究把它归结为行动与成长。在访谈中，研究者发现，如果一个人长期给人的印象是，好像没什么实际经验，做事不得要领，或者对未来没什么规划，得过且过，或者呢，总是反复犯同样的错误，记不住教训，再或者就是那种，嘴上抱怨很多，但从来不行动，总是指望着天上掉馅饼，期待奇迹发生。这些状态都非常容易让周围的人觉得你这个人可能不太行，没什么用，或者不靠谱，没出息，甚至没脑子，没志气。标签可能不一样，但核心都指向了缺乏行动和成长。这听起来好像一下子覆盖了好几种我们身边可能见到的人。就像文章里简单提到的几个例子，那个刚转行做设计，因为没经验被同事嫌弃的小张。对。还有那个30岁了还在做行政，好像对未来没什么想法，被同事在背后议论说混日子的阿凯。还有那个总是丢3落4，反复出错，被领导批评说长点脑子的马大哈小涛。是的。以及那个在流水线工作，觉得生活没希望，但又不学习不改变，只想着哪天能中彩票的阿强，被亲戚朋友说没志气。对，这些案例虽然具体情况不同，但都反映出了一些共性的问题。研究分析指出啊，在人际评价中，人们普遍看重一些特质，比如说经验，往往被看作是可靠性的代名词。没经验就会让人觉得你可能会带来麻烦，增加别人的负担。
可以理解。再比如说方向感，有没有目标，愿不愿意主动去改变和提升，这往往被看作一个人有没有成长潜力的标志。如果你总是显得很迷茫，或者安于现状，别人可能就会觉得你有点放弃自己了。还有那个重复犯错，错误本身其实不可怕，谁都会犯错，但可怕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同一个地方摔跤，这就会让人觉得你可能不负责任，或者不善于总结，学习能力有问题。最后那个等待奇迹，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运气或者别人身上，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这在很多人看来就是一种典型的不劳而获的心态，是缺乏志气、放弃自我掌控的表现。这么一分析，是缺乏行动和成长，很容易在别人心里掉分儿。那针对这些问题，研究有什么建议呢？毕竟谁都有没经验的时候，谁都可能迷茫，也难免会犯错。对，关键不在于你现在处于哪个阶段，而在于你有没有展现出一种我在努力改进，我在向前走的姿态。针对没经验问题，研究建议，首先要主动提问，但关键是问的要具体，别问那种我该怎么办的大问题，而是问关于 XX 步骤，你有什么建议吗？这种。问到点子上。其次呢，要先模仿再创新，看看做得好的人是怎么做的，先学着做，在实践中快速积累经验。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复盘总结。每次做完一件事儿，不管成功失败，都花点时间记录一下，哪里做得好，哪里出了问题，下次怎么改进。复盘很重要。那对于没方向呢？很多人可能都觉得找到人生方向太难了。研究建议，别一开始就追求那种特别宏大的人生目标，那样压力太大，也容易放弃。可以从列一个近期想做的小事清单开始，比如你想学做蛋糕，或者想看10本书，或者想每周运动3次。具体的小目标。对，从中选一个你觉得未来3个月有可能实现的小目标，然后把这个小目标再拆解成每天或者每周可以执行的小任务。比如学做蛋糕，第1周的任务可以是查找3种基础蛋糕的食谱并买好材料。关键就是让目标变得具体可操作，然后动起来，先做起来再说。把大目标分解成小行动。那对于反复犯错和等待奇迹这2种情况呢？感觉这2种好像改变起来更难一些，更像是一种思维习惯了。是的，这2种确实挑战更大。对于重复犯错，研究推荐了一个方法，叫纠错记录法。纠错记录法。就是准备一个本子或者电子文档，每次犯了同样的错误，就详细的记录下来，具体是什么错误，发生的原因是什么，造成了什么后果，然后强制自己制定出至少1到2条具体的、下次可以操作的，用来避免这个错误的措施。挺系统化的。对，比如你老是开会迟到，那就记录下来，原因可能是早晨起晚了，或者路上堵车没预估好时间，后果是耽误了会议进程，给领导同事留下不好印象。那对策就可以是设置2个闹钟，提前10分钟起床，或者出门前查好路况，预留额外20分钟。然后呢，定期，比如每周回顾一下这个记录，看看制定的策略有没有执行，效果怎么样。这个方法听起来挺靠谱的，逼着自己去面对和改进。那等待奇迹呢？对于等待奇迹这种心态，研究认为，首先要做的是帮助自己认清现实，就是坦诚地面对奇迹发生的概率极低，把希望寄托在上面是不现实的。然后呢，试着把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转化成一些通过自身努力，哪怕是很小的努力，也能达成的小目标。还是回到行动上。对，比如说，你与其天天想着中彩票，不如规定自己每天花半个小时去学习一项新技能，或者看几页有用的书。关键在于把空想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哪怕每天一点点的实实在在的行动中去。
研究强调，核心就是用持续的行动，不管多小，来逐步积累改变，证明自己的价值和成长的潜力。明白了。所以，即使起点不高，或者暂时遇到了困难，只要能展现出学习、改进和成长的意愿，并且付出行动，就能逐渐赢得别人的认可和尊重。那么，聊了沟通、边界、成长这些相对外显的行为，研究有没有触及到更内在的一些层面，比如，心态或者性格方面的原因？有的，这就要说到第4点了。研究发现啊，还有2种比较极端的情况，也特别容易让人看不起。一种是过度的去装，就是拼命想掩盖自己的缺点或者不足，结果反而显得特别虚伪、不真实。哦，就是那种打肿脸充胖子。对，有点那个意思。另一种极端呢，就是整个人散发出一种极度不自信的气场，畏畏缩缩、犹豫不决，让人觉得你这个人，好像靠不住。这2个极端确实都挺让人感觉不舒服的。像研究案例里提到的那个小浩，是吧？明明经济条件一般，非要买超出自己能力的名牌包，到处请客吃饭，就为了装的自己很有钱。结果呢，被同事看穿了，反而更尴尬，大家都有意无意地疏远他。是啊，这种过度补偿的行为背后其实是深深的不安全感。小浩可能觉得只有装作有钱才能获得别人的认可，但问题是，伪装往往是漏洞百出的，因为它不符合你的真实情况，很容易被识破。一旦被识破，不仅没赢得尊重，反而失去了信任，而且你自己活得也特别累，对吧？总要维持那个虚假的形象。确实累。那另外一个极端，那个叫小远的例子呢，他好像是有能力，但就是不自信。对，小远的问题是，他明明心里有想法，开会的时候却不敢说，明明有好的机会摆在面前，比如负责一个项目，他却总觉得自己不行，不敢接下来。结果呢，机会都错过了，领导和同事也慢慢觉得这个人呐，关键时刻指望不上，担不起事儿。然后他自己可能就更不自信了。没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他的不自信通过他的言行举止，比如说话吞吞吐吐，眼神闪躲，总是推脱，传递出一种我不行，别靠我的信号。别人接收到这种信号，自然就不敢把重要的任务交给他，那真尊重和信任也就无从谈起了。所以你看，这2种情况，不管是过度装还是过度怂，根源上都来自于对真实的自我缺乏接纳。都有点跟自己过不去的感觉。那研究对这种情况建议怎么去调整呢？怎么样才能变得更真实一点，也更自信一点？首先呢，对于那个过度补偿、爱装的问题，研究的核心建议是接纳不完美。接纳不完美。对，就是首先要勇于承认自己就是有缺点、有不足。比如，我可能就是现在经济条件不太好，或者我在某个领域的知识确实比较欠缺，或者我的人脉就是不广。正是这些现实是走向真实的第一步，因为真实往往比费力维持的伪装更有力量，也更能赢得长久的尊重。真实很重要。其次呢，建议把用来掩盖缺点的精力和资源转移到行动弥补上来。比如说，你觉得没钱让你没面子，那与其借钱去买名牌，不如把精力花在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寻找更好的赚钱机会上。你觉得知识不够，那就去读书，去学习，而不是不懂装懂。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去提升自己，这才是根本。有道理，把劲儿用对地方。那对于不自信的问题呢？自信心这个东西感觉好像挺玄乎的，该怎么培养呢？从小事开始积累成就感。有事从小事开始。对，比如你规定自己在每次部门会议上至少主动发言1次，哪怕只是简单的补充一点信息，或者提一个小问题。做到了之后，一定要在心里给自己点个赞，告诉自己，我做到了，其实没那么难。这样的小成功积累多了，你对自己的能力就会有更积极的评价。积累小的成功体验。其次呢，要有意识的用积极的自我对话来代替习惯性的自我否定。比如，
当面对一个挑战时，试着把脑子里的“我不行，我肯定做不好”替换成“我可以试试看，我先了解一下，我能学”。这种内在语言的改变对心态影响很大。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通过学习和练习去补短板，让你的自信有实实在在的硬支撑。比如说，你觉得自己当众讲话不行，那就去报个演讲班，或者自己对着镜子多练习。你觉得某个专业技能不足，那就花时间去学习，去考证。当你的能力确实提升了，你面对相关情境时，底气自然就足了，自信也就随之而来了。明白了，接纳自己，真实表达，然后通过行动去提升能力，积累成就感，这样就能逐渐建立起内在的自信。是的，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我们今天聊了沟通技巧、边界与自尊、行动与成长，还有真实与自信这4个方面，确实涵盖了很多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让人感觉被轻视或者不被尊重的情况。我记得你一开始提到研究总结了大概15个原因，那除了我们详细聊的这些，还有其他的吗？简单提一下。对，研究里确实还有其他一些点，比如说他提到了有些人容易被当作工具人，就是总被别人呼来呼去干活，但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回报。还有一种是，总想去讨好所有人，结果反而可能谁都不满意，也失去了自己的原则。这2种好像也挺常见的。是的，但其实你仔细想想，这2种情况本质上也和我们刚才讨论的边界感、自我价值认知以及敢不敢坚持自己是紧密相关的。比如，工具人往往就是因为不懂得拒绝，缺乏清晰的个人边界感；讨好者呢，则常常是因为内心害怕冲突，不敢表达真实想法，缺乏自我价值感和原则性。试图通过满足所有人来获得安全感，但结果往往适得反起。明白了。所以说，虽然表现形式多样，但很多时候问题的根源是相通的。可以这么理解。好，那我们今天呢，可以说是借着这份研究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几个，可能导致我们在人际交往中感觉被轻视或者不被尊重的关键方面，包括我们怎么说话，怎么与人互动，我们怎么看待自己，有没有守住自己的边界。我们是不是在持续的行动和成长，以及我们展现出来的是真实的自我，还是伪装或者不自信？是的，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讨论，能够明白一点，就是理解这些潜在的原因，真的不是为了让你进行自我批判，或者觉得哎呀，我就是这样的人没救了。恰恰相反，是希望你能从中获得一些改变的视角和力量。对，看到问题是改变的第一步。没错，认识到原来我这样做可能会让别人产生那样的看法，或者原来我内心的这个想法是这样影响我的行为的，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而且改变它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需要时间，需要努力，甚至会反复。但最关键的是，你愿不愿意为了自己开始去尝试，去做出一点点不同。就像研究最后也强调的，别人怎么看你，可能一时会影响你的心情，这很正常。但从长远来看，最终真正重要的还是你怎么看待你自己，以及你是否愿意为了成为那个你更喜欢的自己而付诸行动。说得特别好，归根结底啊，你的价值感、你的成长，最终还是要由你自己来定义、来构建、来维护的。外界的评价可以参考，但不能让它完全左右你。没错。那么，在今天讨论的最后，也留给你一个问题，可以自己安静下来的时候想一想，听了我们今天聊的这些，有没有哪个点或者哪个例子让你觉得，好像说到我了，特别有感触？或者有没有让你心里冒出一个小小的声音说，也许我可以试试这个小小的改变？今天我们不为了取悦任何人，就为了自己，为了更好的尊重自己，提升自己。你愿意为自己迈出的那第一个，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小改变，会是什么呢？